阿里的股价上到200美元没有问题，稳了。这种及时满足的多巴胺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不管我们做商业也好，做业务也好，一定不要忽略人的本性，不要忽略自然的规律。我现在说阿里是谷歌和亚马逊的结合体，应该没有人反驳我了吧？听不到这里都是观众的损失，都是你们的损失，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洞察，以后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热门赛道。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姐说 AI。这期节目给大家聊聊在1月15日刚刚结束在杭州的千问的发布会。这个发布会意味着 AI 的应用开启了一种新的范式，而且千问让阿里成为谷歌和亚马逊的结合体。这时候有的观众可能就犯嘀咕了，至于吗？有评价这么高吗？这期视频会和大家详细的去解读一下这个千问 App 的它的这个操作它背后意味着什么？这里它的高层的思考和动作到底是怎么样的？千问的 App 从聊天转向了办事的这么一个方向，对阿里又意味着什么？并且前段时间广受大家关注的字节手机的这种范式和阿里的这种 AI 应用的范式它们之间会有什么竞争点呢？它们的差异点和相同点在哪里？而这个新的交互范式的背后，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存在着哪些创业机会和投资机会？以上的这些内容都会在这期视频和大家详细的聊聊。在正式开始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订阅林姐说 AI 的频道，多给我的频道点赞、评论和互动。你的肯定和鼓励对于我继续制作更多的内容，肯定是会有很多正向的帮助和支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千问 App 的这场发布会究竟讲了哪些关键的内容。这张图其实能够很好的总结和概括这场发布会的重点内容。这张图是我用 Notebook LM 做的，他想讲的这个发布会的重点就是千问 App 它开启了 AI 办事的时代，从有问必答到有问必答。前面那个有问必答是回答的答，后面那个有问必答是答到的答。这场发布会实际上是千问在向用户宣告，它不仅可以聊天，还可以去处理复杂的任务，是一个非常高级的 AI 助手。千问 App 以后会深度的集成阿里系的服务，包括淘宝、飞猪、高德地图、支付宝等等这一类的核心服务。在发布会的现场他们还秀起了肌肉。他们说这个千问 App 从更名升级以来，大概2个月的时间，现在他们 C 端用户的月活量 MAU 可以达到1个亿。当然，对比它的这个竞争对手豆包还差一点。豆包呢，应该是它的日活就有1亿多，毕竟字节积累了这么久，而且他们非常擅长去做 C 端用户的体验和运营。这里提到千问的开源模型的下载量达到了7个亿，并且在这一次的千问 App 的发布中，他们还会在千问上线400多项线上 AI 办事的功能项。实际上，原来这些办事的功能项可能是集成在支付宝里面，或者集成在阿里体系的生态里面的。在发布会的现场，阿里的副总裁叫吴佳的，他就现场点了40杯霸王茶姬的奶茶，直接就让淘宝闪送的外卖员送到现场，形成这种现场感的冲击当然，我觉得为了避免现场的翻车，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个对应的配送人员，包括这个闪送的订单，肯定是后台在跟进处理的。为了保证它的正常的这个运行，肯定是做了兜底的。当时看到这个情景我就立马自己打开千问下了一个单。有一说一真的是非常快。我当时点了一杯瑞幸的咖啡，原来我点一杯咖啡从打开 APP 下单到比较怎么也得好几分钟吧。那我现在真的是通过一句话就点了一杯咖啡，还真的送到了，是没有翻车的。可能现场真的有演绎的成分，但是实际上我实操下来，点奶茶没问题，点外卖也没有问题，都是很快，相当于我1分钟不到就完成了这个及时的满足。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输一下我的支付密码。现场还展示了千问能够执行复杂的决策，比如说他这里的指令是说，我下周要去四姑娘山去徒步，帮我安排基酒和装备。这里面存在着基酒联动的这么一个安排，还有隐性的这个装备的隐性需求的识别。实际上这背后就需要联动飞猪、高德还有淘宝的信息，进行一个综合的决策判断，帮助用户定好基酒，并且给他推送对应的旅行相关的装备。这2个展示的情景就非常有代表性，一个是高频的奶茶外卖的需求，一个是复杂的决策的实质，涉及到阿里背后核心的现金流，
淘宝、飞猪这样的产业。所以是不是和我前一天的视频也呼应上了？以后大模型根本就不稀罕你那10块钱、20块钱的会员费，他们真正在乎的是赚你的流量费用、商业费用、广告费用，这个钱才是大头。更何况这些商业体系本身就长在阿里上面。我们再看千问同时接入了公共服务的落地，包括了政务和教育。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来到了阿里的舒适区。要知道，阿里其实做 B 端一直是相对比较优势的，它在政务办事和教育体系这一块有比较强的优势。现在它全部都把它接入到千问里面，通过 API 接口在生态内部就打通了。包括这里教育的辅助在千问 App 上面可以直接去下载对应的教材、对应的真题、对应的知识。学生呢可以直接拍这个试卷上面的题目的解答，让他给你反馈这个试题如何修改，帮你订正。那么这些活可能原来是老师做的呀，所以以后 AI 普及了，这种纯粹做知识传递者的这种教育工作者，包括现行的很多体系内的老师，如果他们不能够真正的升级，做教育很多本质的东西，比如说去学会改变学生的思想，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如果你只是一个单纯的知识的传递者，这一类所谓的教育工作者，在未来我认为一定会被淘汰。你看阿里 App 千问的这次升级实际上是一种前店后厂的模式。前店就是千问大脑，它是一个新的流量入口。后场就是阿里的生态集群。为什么我对千问 App 这次的发布评价比较高，是有原因的。它确实是一个新的交互范式的变革。你要想我们在 PC 时代，我们核心的交互方式是点击 click， 是点击流，它是有这个图形化的，我们点的内容就是对应的方框方格。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核心的交互方式是 touch， 通过滑屏。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呢，我们要不停的从一个 app 跳转到另外一个 app， 中间是有断点的。在传统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 app 的交互之间它是有比较高的摩擦成本的。就像左边这个图画的，我们要搜索、筛选、比价、填地址、跳转支付。一些数据分析师做分析最常做的就是这个漏斗分析。那么到了千问 App 这个开启的这个交互模式它实际上是一种线性执行。它的这种交互方式实际上是自然语言交互，用对话流来执行的方式来进行交互千问 App 的发布，它只是一个开端。上期视频我就讲了，谷歌搞的这个 UCP 协议它实际上就是想打通这个环节。谷歌需要联合沃尔玛、联合 Shopify 去做这个事儿，但是阿里强的点是什么？它强的点在于这些内容、这些购物的生态全部都在阿里自己的体系里面。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千问让阿里成为谷歌和亚马逊的结合体。这个新的范式实际上它核心是3步：目标加编排加授权。其实目标加编排普遍的大模型都能完成，但它难在哪里？难在授权。你想过没有？为什么 OpenAI GPT 一直在搞各种应用的授权，讲各种数据的安全性，包括谷歌搞的 UCP， 实际上他们都是在搞通授权这一步。阿里的生态自带授权，全链路它都打通了，都是自己家的人千问 App 它能实现这种系统级的执行能力其实是这3件套：算力、模型加生态。阿里云的整个体系里面，它的千问 Max 在全球的这个开源的模型里面，应该是非常顶尖和领先的，并且在阿里云的体系里面，在之前的累积下面，它就有很多的算力能力，本身就做了非常早期的布局，而且阿里还自己搞芯片，所以千问干这个事儿，它的算力和模型都是不缺的。而最难的是什么？也是别的大模型公司相对比较缺，但是阿里天然就有的东西，就是它的生态。它的生态保证了所有的系统执行能够落地，并且还可以包售后。阿里的生态怎么形成的？它是数十年的累积，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战役形成的。曾经有一个阿里对手的高管这么说阿里喜欢把别人赚到的钱当做自己亏掉的。正是这种心态，阿里没法接受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自己无关。你会发现基本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它都有布局，但是呢它却没有形成像微信字节在某一个领域这种霸主型的垄断型的地位。像微信在即时通信领域，字节在短视频领域都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阿里在每一个赛道基本都有不弱的实力，让它成为一个综合能力
非常强的选手，也是千问 App 现在这个 AI 办事能达成的一个重要的点。所以啊，我们现在来看千问的整个的能力结构的大图，再回过头去看之前蒋凡拼了命要做淘宝闪购这个事情，是不是回过味来了？是不是看明白了？为什么阿里花500个亿砸淘宝闪购？在这个发布会上面，最让人有直接体感的就是现场点的这40杯智能点餐的奶茶，在响应用户需求的时候，不仅在千问上面整个的响应速度非常快，1分钟不到，而且用户获得满足的速度非常快，不到30分钟就获得了他点到的奶茶。这种及时满足的多巴胺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不管我们做商业也好，做业务也好，一定不要忽略人的本性，不要忽略自然的规律。淘宝闪购和千问的智能订单是不是完美的闭环了？用户在这种及时满足下，它所产生的多巴胺会让它持续的对这个平台、对这个入口产生更强的粘性和需求性。不要说什么用户为了几杯奶茶的便利性，就选择放弃自己的隐私而选择一个便利性，而是要考虑啊，这个是激素的刺激，这是多巴胺让你选择的这种及时满足，它不是隔1-2天就到，而是30分钟之内就让你爽，让你满足。如果这一套闭环推进的顺利啊，我相信不仅是阿里的 AI 千问会受益，阿里的即时零售淘宝闪购也会从中受益。我现在说阿里是谷歌和亚马逊的结合体，应该没有人反驳我了吧？首先，从生态的覆盖上面，阿里就是2个的结合体。你就想想装在阿里生态体系里面的那些东西，淘宝电商不说了吧，物流、地图、支付、旅行、线上零售、云服务、聊天软件、AI 大模型等等等等。实际上，阿里叠了3层甲，叠了一层谷歌的甲，信息和发现，有千问，有地图，叠了一层亚马逊的甲，有电商零售的履约和售后，还叠了一层支付能力的甲。这3层甲一叠啊，不仅是在中国境内，甚至是在全球境内啊，都没有阿里这样的状态。千问的这种系统级的大模型的执行能力啊，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啊，特别像之前马老师讲的一句话，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就特别像之前想做新零售的这个状态的，就是说所有的线下都是线上的，所有的线上的也是线下的。千问做了一个很好的连接。既然都聊到这里了，那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阿里 vs 字节的竞争。他们的竞争啊有2个层次，一个层次呢是2个大模型公司 AI 类的公司啊，他们整体的竞争的态势。另外一个竞争呢，就是千问 App 的这种办事的模式，对比之前红极一时的豆包手机的模式啊，他们的竞争方式又是如何呢？我们分2个层次来看。我们先来看一个大的层面，阿里和字节的 AI 的战略布局的方向是怎么样子的？首先啊，我在很多的视频里面提过，这2家公司啊，在大模型领域啊，他们必有一战。在国内啊，我扫描看来，整体的能力序列比较齐全的，主要是这2家。现在呢，阿里的主要的触达点主要是它的 App 和它的一些生态系统。字节呢是非常强大的一个 APP 的工厂，它有非常大的巨量的流量优势，它非常擅长打造 to C 端的这个 App 的入口，它有好几个破亿的这个 APP， 包括了抖音、红果，还有第3个豆包，它的 DAU 都是破亿的。那么相比较而言，在流量上面啊，字节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阿里的整个的生态链路特别强大，它的入口呢是覆盖你的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这是2个对手他们之间的差别。第2个是生态闭环，阿里的整个的生态在执行这一侧它是非常的完整的，包含了电商、支付、物流，而字节本身呢，它也充满了野心。它有流量就有一切的基础，它也在闭环建设自己完整的生态闭环，包括字节的电商，除了在做内容电商之外，它也努力在做自己的货架电商，丰富自己的商品体系，包括它自己之前是阿里云的重要客户，现在呢，它也在搞自己的火山引擎，在搞自己的云服务，在搞自己的 AI 模型，在 AI 这一侧的投入意愿和信号方面，2家公司都非常的强。现在阿里搞的这个千问的发布会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整合信号，
实际上某种程度是在打差异化，也某种程度是在收网。而自己在 AI 这次的投入一直是非常高的。你就看看豆包 App 每天的调用量，它是一个破亿 DAU 的这么一个 App， 它每天要消耗多少的算力？它是完全免费的，相当于它是用免费来换用户量、换流量，以后嘛肯定是要收割回来的。并且字节在购买显卡方面，它在2025年到2026年整个的投入是最多的，在国内它是买显卡最多的一家公司。而且前段时间不是有人晒出来吗？字节的这个期权一直在上调，一直上浮，简直就是赢麻了。你看阿里的整个的股票就是一上一下，上蹿下跳的，字节的期权一直在涨。在2026年，字节在 AI 方面的资本投入是继续增长的。第二层的对比我们再微观一点，去对比一下阿里千问 App 和字节手机的这个自动化的实现，它们的路径上面有哪些差别？首先在技术原理上面，两个都是有差别的。阿里千问呢是通过底层的数据接口 API 接口的调用，去实现生态应用整个的执行落地。而字节的这个豆包手机呢，它是通过视觉识别加上大模型的智能，加上模拟点击去完成整个的执行路径的。相对而言一个是在内，一个是广泛的，所以稳定性来说，阿里内部自己生态内处理，它肯定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那么字节它的豆包它是要基于整个的视觉识别的，它的稳定性会相对低，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我自己测评大家可以看到，有的 app 就拒绝你调用。那个时候微信封了豆包手机，淘宝封了豆包手机，都不让字节的豆包手机去调用，它的稳定性就会比较弱，会受到外部环境和外部 app 对它的一个态度的影响。特别是涉及到支付闭环的时候，阿里千问它本身带着支付宝的原生的这个 AI 服务，但是字节的豆包包括其他的一些方式，它就很容易去触发风控，不断的要你去发一些验证码，它会识别这是机器操作的，有一些风险存在。但是局限性也存在，阿里千问它目前只能够调用阿里系内部的这些 API 的应用，但是字节的豆包的手机，它理论上是能够覆盖所有在手机里面的 app 的，是全 app。两种方式它们对标的对象也不同。那么千问 app 实际上就是对标着我上一期讲的 Gemini 加沃尔玛 Gemini 加 Shopify 这种方式。那么字节豆包对比的是其他的像 AutoGPT 这样子的一个对标，他们的竞争的方式和使用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千问是 API 集成，字节的豆包手机是 UI 模拟，本质上两条路径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希望成为大家的 AI 助手。千问 App 它是开启了一个新的交互方式，对于千问的这次更新我的态度是支持认可。它也意味着我们全球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新的范式非常值得肯定，而且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有哪些机会呢？从资本市场来看，当天的市场反应不咋地，发布会当天港股盘中还最终跌了3%。其实这是一个博弈点的平衡，就是如何平衡这个极致的 AI 体验和商业化的效率。实际上千问 App 也是在革他自己的命嘛，相当于他在破坏他原来淘宝、支付宝等等这些大的 App 它本身的流量结构。但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是非常积极的认可这种转变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即时零售的多巴胺即时满足的这个原理它会非常的强大。我相信这个飞轮一定能够转起来，可能在短期在资本市场这个反应没有非常快，但是我的判断是千问 App 的这个发布后面一系列如果能够比较顺滑的操作的话，阿里的股价上到$200没有问题，稳了。大家可以后续看一下它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后面过来考股。当然以上的说明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只是我的个人的见解你因此购买了股票亏和赚跟我没关系特别声明一下。再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创业机会，越讲到后面越重要，听不到这里都是观众的损失，都是你们的损失，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洞察。能看到这里一定是你的幸运。 AEO 以后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热门赛道，就是做对 AI 友好的内容。以后大家不再打开 App， 很多内容都是通过 AI 端去跳转识别发现，
如何让 AI 能够更好的发现、识别、认可，并且推荐你的内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热门的赛道，值得大家好好的深度的做一下。以后所有的商家都需要面临这个事情，如何让 AI 快速的、更好的、结构化的读取你的内容，并且把它输出给你的潜在客户。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在 SEO 时代没有做的事情，这里 AI 是下一个热门的赛道，而且它的深度更深，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今天关于千问 App 的发布会就聊到这里，大家可以尝试打开千问，去点一杯属于你的 AI 奶茶。关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今天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